變化太快了。3月1日，伊朗確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28號遭襲身亡，對抗近50年的美伊迎來歷史性拐點。就在一片陰中，2號科威特國防部宣布多架美軍 F-15意外墜毀，有說友軍誤擊，有說伊朗打的。美伊真是一對苦命鴛鴦。大家好啊，我是熬了一通宵的歷史區 UP 主星辰。昨天我發了個美軍年刊，一群新觀眾逮着我罵。不是，伊朗拉胯不是在他出賣敘利亞抵抗之湖成笑話後的共識嗎？更何況炸個86歲老人，你美 F-35就能有雷達了，還是肯尼迪號航母能馬上服役，這倆不衝突吧？好，本期我們就來聊聊伊朗亂局，美伊以該何去何從，各國對這次衝突又作何反應？這事兒很亂，所以先簡單捋一下。與速通、委內瑞拉相比，這次美國為打擊伊朗做了充足的軍事準備。開戰前一天，華盛頓郵報統計，美國在波斯灣部署了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空中力量，至少36架 F-16戰機，12架 F-22，超60架 F-35，還動用了2個航母打擊群，大小10幾艘驅逐艦，還有3艘我們的老朋友賓賓。除了林肯號，又從加勒比海調來超期服役2個月的福特號。福特號馬力全開，只花了114小時橫穿大西洋到達地中海，然後就因為馬桶故障臨時跑去希臘修了3天了，具體請看上一期。當然了，跟巔峰時的天兵還是不能比。1991年的海灣戰爭，美國在波斯灣部署了6艘航母，1300架軍機。等到2月26日，作為中間人傳話的阿曼外長表示，美伊在日內瓦已完成3輪談判，取得顯著進展。伊朗甚至同意永不再擁有可制造核彈的濃縮鈾。新一輪預計下周在維也納舉行。我還以為不用加班了。就在這個微妙節點，28日，以色列率先對伊朗發起預防性打擊，緊接着美軍下場轟炸德黑蘭，反轉。伊朗也是一改此前歸丞相的做派，發起猛烈反擊，在不到24小時裡，對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的大小27個基地進行了多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目前有圖有真相的戰果有4個：卡塔爾烏代德基地濃煙滾滾，美軍駐巴林的第5艦隊造價超11億美元的彈道導彈預警雷達被毀，還有以色列總參謀部總部大樓。此外，阿聯酋、約旦、科威特、伊拉克，甚至遠在塞浦路斯的英國基地也傳出爆炸聲，整個中東打成了一鍋粥啊！就在吃瓜群眾準備來一句小姨子別丟份兒啊，結果傳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死亡，又反轉。哈梅內伊是怎麼死的？28號，伊朗先是聲稱他不在德黑蘭，之後以色列又說刺殺好像失敗了。晚上內塔尼亞胡站出來說哈梅內伊疑似已經死亡。就這麼在量子疊加態裡賽博生存了10幾個小時。眾所周知，生死不明，那就是死了。1號上午，伊朗終於確認死亡消息，一同遇難的還有他女兒、女婿等4名親屬。而之所以能精確打擊，最關鍵的因素還是 CIA。據紐約時報報道，去年轟炸伊朗核設施時，美國就已初步掌握哈梅內伊的行蹤。本次襲擊前， CIA 更是通過同樣情報源跟蹤了哈梅內伊數月，對其活動規律、常駐場所掌握精確。咋說呢？一個最高領導行動軌跡被人掌握了數月都沒發現，只能說明伊朗真被滲透成篩子了。其實原定襲擊時間是21號，但美以臨時調整時間，原因是得知哈梅內伊要召開一場高層的重要會議，於是定點清除。你品，你細品。掌握了情報，打自然簡單粗暴，丟炸彈。在美國情報支持下，以色列戰機同時對3處地點在1分鐘內投彈了3次，扔了30顆炸彈。除哈梅內伊外，伊朗在24小時裡至少損失了武装部队總參谋長、革命衛隊總司令、國防委員會秘書、國防部長、警察部隊情報司令等等10幾位高級領導。此外，以色列還宣布早就卸任的前總統內賈德也遇難，但內賈德辦公室站出來否認，死没死不知道啊。但如果是真的，內賈德作為伊朗反美反以的強硬派旗帜，他的死亡再疊加哈梅內伊，伊朗高層遭重創。這讓我想起了一個人，最能躲的本拉登。90年代後不用通信工具，而是用信使傳遞消息，因為培训他的 CIA 人員告訴他，只要使用通讯就會被侦听定位。都6202年了，伊朗安全部门也
點抽象，整個專線電話不難吧？聚一塊開會是準備啤酒小燒烤嗎？彈幕裡的吳彥祖可能要問了，各國對美國打伊朗是什麼態度呢？首先是英法和德這歐洲三巨頭，3月1號這仨發表聯合聲明，稱伊朗襲擊針對其親密盟友，如有必要可能採取必要的防禦行動，從源頭上摧毀德黑蘭的報復性襲擊。歐盟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則發文強烈譴責伊朗對中東多個國家的攻擊，端水大使意大利則呼籲對話，只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確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單邊軍事行動。此外，天天叫囂要修改無核三原則的日本也站出來叫好。28號，日本防長小泉表態支持美國為了保護核不擴散協議打擊伊朗。隨後，首相高市早苗也挺身而出，強烈要求伊朗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要求伊朗不要攻擊他國，要求伊朗不要開發核武器。這太幽默了，臉都不要了。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伊朗在入侵美國呢。现在問題來了，接下來局勢會如何發展呢？伊朗方面，3月1日，伊朗宣布由總統、司法總監和憲法監護委員會選出的一名法學家組成臨時領導委員會領導國家，並呼籲全國團結。小提一嘴，目前總統佩澤西奇揚是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此前一直被邊緣化。這次襲擊中很幸運，安然無恙。司法總監埃傑伊是哈梅內伊的盟友，強硬派，而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法學家已經選出教士集團的阿拉菲。奇怪的是，擁有武裝力量還掌握伊朗經濟命脈的國中之國革命衛隊居然沒人進入臨時領導委員會。更詭異的是，3月1日的電話採訪，特朗普還稱新領導層希望恢復談判，他已同意進行對話。隨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也和阿曼外交大臣通話，高度讚賞其為化解當前危機、推動美伊重返對話的外交努力，表示對緩解緊張局勢持開放態度。如果這是真的，有沒有跟委內瑞拉很熟悉？不是，最高領導人頭七沒過呢，就想着媾和啊，真是思之令人發笑。再幫大家串一下時間線，現任伊朗總統和外長是接替2024年因直升機失事死亡的前總統萊希和外長的，而萊希又是什麼人呢？被視為哈梅內伊培養的接班人，現在掌握伊朗權力的戰時軍政最高指揮是哈梅內伊指定的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他的態度是：美國刺穿了伊朗人民的心臟，我們將刺穿他們的心臟，明確不會與美國談判，只要他不死，就能指揮革命衛隊不斷反擊。按這個漏成篩子的情況，只能說變化很大。伊朗只有盡快選出新的最高領袖，且軍方、政府、教士集團三方願意服從，不發生內亂，才有機會爭取博弈籌碼。此前，哈梅內伊已經指定了3位候選人。伊朗外長的消息是將在1-2天選出，事關權力分配，估計不會那麼順利。除了是戰是和，伊朗高層內部也是相當分裂。比如，革命衛隊28號就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伊朗外長1號還在說沒有封鎖計劃。與此同時，現居美國的前伊朗巴列維王朝的流亡王子也發表了演說，伊朗人民上街時刻已非常臨近，我們並肩同行，走向勝利。粉絲在底下紛紛評論：國王萬歲，我願為你戰鬥到死。一個字兒，亂。至於美國和以色列的打擊進入即時戰略模式。1號，先是以色列宣布對德黑蘭發動新一輪空襲，出動超100架戰機打擊伊朗首都，包括革命衛隊總部、情報部門、空軍、廣播電視台總部、國家電視台等目標，甚至德黑蘭的甘地醫院、胡奇斯坦省的一家醫院均在當晚遭以軍襲擊。此前，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了伊朗霍爾木茲干省的一所女子小學，確認有165人遇難。另一邊，伊朗導彈也對以色列特拉維夫發起襲擊，據說有數百人受傷。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均拉響警報。特朗普也一改先前同意對話的態度，宣布將繼續打擊伊朗，直到達成所有目標，可能持續4周。當然了，按董王借充電寶都借不出來的花唄信用，搞不好明天又要談判。目前雙方仍在大規模互刷火箭，是要成为中東的榜一大哥。打不打不重要，疼不疼才重要。美國中央司令部宣布的戰果有：摧毀伊朗革命衛隊總部、海軍總部，9艘伊朗海軍艦艇，還出動 B-2隱形戰略轟炸機打擊了伊朗彈道導彈設施。而伊朗方面，美軍1號確認了科威特有3名美軍陣亡和若干腦震盪，還發布了摧毀2架美軍死神無人機的視頻。小提一嘴啊，這玩意兒每架3000萬美元。革命衛隊還稱
稱對林肯號航母發射4枚彈道導彈，但美軍的說法是根本沒靠近。這還沒完，3月2號，黎巴嫩加入戰場，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緊接着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發起全境打擊。我怎麼感覺新三國機制要在現實裡發動了？骄兵必敗，敗兵必哀，哀兵必勝啊！目前，美伊聯軍正在海空一體拔掉伊朗防空，並逐步瓦解伊朗的導彈庫存。伊朗嚴重分裂的內部能否形成統一戰線，拖住局勢，這些都是決定局勢走向的關鍵。21世紀的戰爭追求的是最大化情緒價值，讓自己看起來贏，遠比實際收穫上贏更重要。如果哈梅內伊不死，本次衝突可能就是個12日戰爭的現實復刻。但到他死這一刻，戰爭烈度就超越了所有先例。特朗普現在國內一有 ICE 醜聞，2有關稅政策背叛違法，3還有說不清的羅利島，可謂是麻煩纏身。想通過打擊伊朗掌控石油與中東主導權，借此轉移矛盾，進而在中期大選大贏特贏。最快的方法就是斬首哈梅內伊。現在他贏了。1月的委內瑞拉，3月的伊朗，在赢學這一塊，特朗普確實是大聖先師。但如果伊朗戰爭繼續拖下去，成為持久戰，那就不好說。畢竟民主黨還等着看樂子呢。而最大變數在盟友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的風格是睚眦必報，且追求絕對安全。3月2號，內塔尼亞胡發表全國講話，聲稱這一天他等待了30年，並下達繼續戰役的命令，要持續清除伊朗強硬派，並徹底顛覆政權。這場徹底勝利也是他擺脫貪腐調查，贏得威信，進而連任的關鍵。美國大概率無法控制以色列的行動。至於伊朗，想要保住政權，要麼拖，要麼跪。最高領導殉國，導彈襲擊鄰國，還使出了殺手鐧，封鎖波斯灣通往印度洋的唯一通道——霍爾木茲海峽，已經無路可退。這條全球能源動脈目前已有上百艘油輪被困。1號，一艘油輪強闖霍爾木茲海峽被擊沉，全球油價應聲大漲，勢必推高通脹，危機正在向全世界傳導。教員那句“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太有含金量了。接下來懸念還很多，伊朗局勢到底怎麼收場？喜歡的小夥伴拜託關注點讚，我們持續關注。